里维希克在1804年发明了蒸汽火车头，10几年后，史蒂文森研制的火车头更为进步，火车因而成为人类新的交通工具。如果影片中主角踏上的是当年史蒂文森研制的火车头，它的速度居然比我们现在骑脚踏车的速度快不了多少呢。从最初双脚万能的蛮荒时代到蓄力运输，到18世纪瓦特改良蒸汽机开始使用能源，后起之秀特里维希克研制高压蒸汽机，再到西元1814年史蒂文森进一步改进蒸汽机车之后，铁路从此主宰着人类的陆上运输。接着有柴油引擎火车头、电力火车头，乃至磁浮列车的出现，陆上交通工具的发展一日千里。直到今天，绝大多数现代陆上交通工具都有轮子。使用轮子大大降低了人类搬运物品的负担，于是从树干制的轮子逐渐发展成古代马车用的木轮，近代脚踏车、汽车用的轮胎车轮，当然也包括了今天的主题——火车钢轮与钢轨。在火车缓慢进步的同时，其他运输工具也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你好，我们平常看到搭火车的时候，火车都一定会有火车头，对不对？对。那想请问，您知道到底火车头的功用是做什么呢？对哦，这个问题我从来没想过。就是司机坐上面吗？坐那边吗？火车头是为了驾驶舱而设置的。火车头应该就是带动车厢整个行进的一个主要的部分吧。1887年，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向地方士绅募集资金，兴建全台第一条铁路，从大稻埕途经今天的松山、南港、汐止、八堵，到达基隆，全长近29公里。甲午战争之前，向南只修到新竹。刘铭传还向德国购入2部蒸汽火车头，分别命名为腾云1号及裕丰2号。马关条约签订后，台湾总督府交通局铁道部成立。台湾光复后，铁道部改组为台湾铁路管理委员会。民国37年再改组为台湾铁路管理局。民国49年，台铁迈入柴油火车头时代。随着10大建设，台铁进行了西部干线电气化。民国80年完成环岛铁路网。新建高速铁路之构想始于民国63年，台湾铁路管理局发展建筑超级铁路专题研究，指出新建超级铁路的必要性。民国76年办理台湾西部走廊高速铁路可行性研究，并由交通部与台湾省政府共同推动。3年后，行政院核定台湾南北高速铁路建设计划，民国96年完成，并正式营运。大家知道吗？其实，在陆地上，铁路运输是可以使用最少的能源来运输最多的东西哦。你们知道究竟是为什么呢？人们曾经幻想可以像飞鸟一样随风到达想去的远方，但是紧贴着地面，人们可以用比飞鸟飞行更快的速度来四处旅行。教授，请问这是怎么办到的呢？只要高速交通工具的动能不会经过某种过程转换成其他任何形式的能量，交通工具所受的阻力就很小，于是交通工具就可以在很小的阻力底下高速运动。所以，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如何降低各种阻力。使用钢铁制的这个轮子，还有钢铁制的这个铁轨，这是第一步。
原来钢铁制的轮子跟阻力是有关系的啊。对，因为钢轮跟铁轨都很不容易变形，所以当火车或者高铁行驶的时候呢，就不会把动能转换成轨道设施或者钢轮的内能或者是弹性位能，所以滚动时阻力就很小。你看，这是一个双层的铝制的轮子，如果我们在这2层之间呢，夹这个可以有弹性的这个管子，它就变成一个有弹性的轮子。所以当这个轮子滚动的时候呢，它就会变形，所以它所受的滚动阻力就会比较大。这里是一个斜坡，那我们让这个轮子呢从这个斜坡滚下来。哦，停在这里了。好，标记起来。如果我们在这2层轮子之间呢，用硬的支架来支撑的时候呢，这个轮子就变成硬的轮子。对。当这个轮子滚动的时候呢，它就不会变形。那它所受的滚动阻力呢，就会比较小。你看我们现在在同一个地方，同一个斜坡，让它滑下来，超过了。地面的软硬也有影响。当然，最好的办法是用磁浮，而不使用可能会消耗能量的轮子，来大大降低高铁在行驶的时候所受的滚动阻力。除了滚动阻力，还会有其他的阻力吗？有，当交通工具在空气当中穿行的时候呢，前方的空气必须让开，而在让开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尽量不要增加空气的能量，否则交通工具的动能就会转换成空气的能量。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交通工具就会受到较大的阻力。流线型的车身在空气当中运动的时候，对空气的扰动最少，传给空气的能量也最小。那我们现在用实验来证明这件事情。这2个，一个是方形的，一个是流线型的车厢，它的重量都调整的差不多。然后我们等一下呢，用同样的这个橡皮筋来做弹射的动作。走喽。好，到达终点站。开始喽。好，超过了，教授差这么多哎。流线型的车厢呢，可以跑得比较远，但是方形的车厢呢，跑不了多远。除了降低阻力之外，交通工具当然也要有动力才行啊。对，动力越强大，交通工具跑得越快。早期的火车呢，它主要的动力来源来自于蒸汽机。这个是一个比较早期的蒸汽机。你看它这边是一个很奇怪的结构，让这个蒸汽机呢在运转的时候呢，这个地方可以让这个连杆呢垂直上下。这是一个空气的帮浦，就用来模拟蒸汽机的锅炉喷出蒸汽的情形。这是逐渐改良之后的蒸汽机。蒸汽机改良之后，体积变得越来越小，动力变得越来越大。人们开始想，这个蒸汽机到底有什么用途呢？那我们先让它动起来看一看。哇，教授，这个蒸汽机的声音听起来好像火车哦。我们等一下就看一个真的蒸汽火车头的模型。早期的火车呢，都是用这种蒸汽机来推动，它也有很好的速度表现哦。那我们现在演示看看。其实你看这个构造的话，其实主要是用来倒车用的。哦，我们把它调到这个位置，刚才是这样转，对不对？对。那现在呢，我们把它反个方倒车。
授，可是现在已经很少看到蒸汽火车头嘞。对，因为蒸汽机相对来讲，它又笨重，使用能源的效率又比较差，所以现在的铁路呢，或者高铁都使用电力驱动的大功率马达来作为动力。那跟蒸汽机相比，马达有什么优点呢？从能源的角度来看，马达使用能源的效率较高。另外呢，我们的这个火车呢，不必把所使用的燃料跟火车带在一起跑，所以能源使用的更为合理。这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马达，那你看这是一个磁铁，这是一个电池，对，然后呢，用这个电线呢连通这个电池的正极跟负极，电线里面就有电流，电流在这个磁铁造成的磁场当中受力，所以它就能转动。这是一个磁铁，当然这个带有电流的导线在磁场受力的时候，在这个马达当中呢，它的反作用力呢就作用在这个磁铁上。哦。这个马达可以更好的演示出刚才说的原理。你看这里有一个磁铁，磁铁在这里产生磁场，产生磁场之后呢，这个线圈当中，因为干电池通电之后呢，带有电流的线圈呢或者导线呢，在磁场当中就会受力，于是马达就能运转。这个装置可以用来演示高铁所使用的3项感应马达的基本原理。心怡，你看哦，在这个装置当中没有磁铁。对那而且呢，这是个感应线圈，这个感应线圈也没有接任何电源。那这是个线圈呢，到时候有通有电源。当这个线圈当中通电的时候呢，它的产生变动磁场会使得感应线圈当中产生感应电流，感应电流在磁场当中一样也会受力。这就是我们高铁所使用的3项感应马达的基本原理。教授，像日常生活中的电扇马达、果汁机马达都是需要插电才可以运转的啊。可是像高铁这么高速行进当中，它到底要去哪里才可以插电呢？这个真是一个有趣的问题。科学家想出一个办法来，就是在铁轨的上方架设电线，然后在车厢的上方呢再伸出一个集电弓。当这个车厢在高速奔驰的时候呢，这个集电弓始终跟电线接触，于是能够不断的提供电力给车厢当中的马达。心怡，你有没有注意到铁轨的上方有电线呢？有啊，而且听说电压非常高，然后好像还有上下2条，对不对？我觉得蛮奇特的。因为这个电线呢必须维持在同一个水平高度，所以高速运动的这个集电弓呢才会始终接触到这个电线。但是呢，根据力学，不管我们用张力把这个电线拉得再紧，这个电线还是会微微的向下弯曲。所以我们必须用另外一个具有张力的拉索呢，像拉吊桥一样，把下面的电线拉在同一个水平高度。同时另外利用适当的配重块去维持这个电线和拉索的张力。利用这个拉索呢，在悬吊下面这个也有张力的这个电线的时候呢，就能把这个向下弯曲的电线呢，把它拉在同一个高度，就像吊桥一样。哦，原来高铁有这么多匠心独运的设计，相信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都迫不及待想要到高铁一探究竟呢？我们现在就出发吧！有了高铁，我们的生活也便利许多。如今我们就是要采访高铁，所以当然要跟我一起来搭高铁啦！走。如今高铁已经融入你我的生活了，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到底高铁是怎么运作的呢？现在我就在高铁基地，要带大家一探究竟。好，现在由我带领大家来探访一下不一样的高铁，走。好。这真的是我生平目前第一次看到高铁的车底。
我今天带你们看一下你们可能从来都没有看过的高铁转向架。转向架是用来做什么的？那转向架身上有安装着马达，这个马达是3项感应式的马达，由马达提供动力给车子前进。原来如此。行颖，那我接下来带你来看一下我们高铁列车马达的动力来源。好，它就主要是由这个我们简称叫做 CI， 那外面称这个东西叫做变频器。最主要它是提供我们转向架身上的马达所有的电力的来源。那我很好奇，这个装置的电力又是从何而来呢？它就是从上面的集电弓而来。哦，行颖，往这边走。接下来我们就是要上车顶，那车顶是一个高压带电的地方，它的电压是25000伏特。那我们要上车顶之前，我们要通过这扇门，因为这扇门可以去管制到人员的进出。然后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所谓的，这边插了很多钥匙。对。那在日文中这叫做命件，每个上车顶的人员都需要带一把钥匙，确保他自己自身的安全。看看我的左手边。就是高铁的车顶，组长，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集电弓啊，是在哪一个位置呢？现在我们工作人员动作的位置，这个地方就是称为集电弓。哦，就是高铁上面这个支架25kV 动力的来源。当高铁以每小时300公里的速度在行进的时候，这个集电弓也都是一直接触着这一条电线的吗？正确。那新颖，你知道吗？我们这一条看似直线的接触线，其实从外面从主线由上往下看的时候，它是属于一个立字形的一个样子，然后造成我们集电弓接触片，它是左右的均匀磨耗，然后增加它的寿命。是透过什么原理让这个电线可以维持在同样的高度？是有配重块拉扯的这一条电线，然后让它能够直接停留在同样一个高度。在实验室里，教授有说，跟有弹性可以减缓震动的汽车轮子相比呢，这种钢制的轮胎以及轨道，它可以减缓在滚动时造成的阻力哦。正确。那钢制的轮子它本身有一个好处，就是它本身的摩擦系数比较小，造成它的在滚动的时候会节省能源的一个效果。然后至于我们钢制的轮子，你可以看得出来，它本身的接触面积相当小。对。然后整台列车大约是600吨。你们有没有发现，除了台湾的高铁之外，世界各地的高铁，它的车头跟车尾都会呈现这种流线型的形状。那高速的列车在空气中运行，我们会尽量希望它减少那空气的扰动，然后把车头做成这种形状，它就可以达到这种目的。顺便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它本身可以把车子的往下压，那这样子也可以增加车子的稳定性，然后减少晃动。包含之前的集电弓护罩旁边2个老流罩也是有这种效果。在组长的介绍之后，我们总算大饱眼福。原来高铁这样如此便利的陆上运输工具，有这么多的独到之处。不过它的安全性如何呢？我们坐着高铁，马上从高雄来到位在桃园的高铁运务管理中心参观了解一下。过时侦测器，经理好。嗨，心怡，你在搭高铁最怕遇到什么状况？台湾地震很多，我最怕地震。对，其实台湾高铁在设计的时候呢，也最怕遇到地震。为什么呢？因为高铁速度这么快，又在高架桥上，要是这个地震的这个状况很严重呢，那是有可能造成列车出轨，而影响到旅客安全的。对啊。对，所以说台湾高铁在设计的时候呢，我们在沿线布设了非常多的这个地震计，好，然后来密集的侦测这个地震发生的状况。那当有侦测到地震超过这个40 Gauge 以上，好，我们就会马上让列车立刻停车，好，来确保我们整个高速铁路运行的安全。了解。那除了这个地震之外呢，台湾第2个多的是什么？台风。对，好，那台风呢，雨会先下，然后风越来越强。是。好，那风越来越强之后呢，河水就会慢慢上涨。对。好，所以说对于这个台风来袭呢，啊高铁的这个设施设备，还有我们会跟中央气象局密切的配合，是。好，来了解台湾高铁在台风来袭之后可能会有的影响。那我们就会公司就会来决定，到底第2天高铁能不能安全的行驶。
针对可能发生的各种灾害，高铁都有相对的侦测与防灾联系措施，让人不禁好奇，高铁在人员的训练上又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呢？在驾驶员的部分，我们高铁做了哪一些安全方面的训练呢？是的，对。那驾驶呢，其实我们在内部都号称他是这个地表上最快的这个男人啊，或是女人啊。换句话说呢，能够担任台湾高铁列车驾驶。好，那当然必须在这个各方面都要有非常杰出的表现，好，那才有办法胜任这个工作。首先我们在选材方面呢，能够驾驭这么快的这个交通工具，它必须在这个人格特质方面、本质学能方面，还有它的整个工作适职性，还有它的生理反应。跟健康都必须是符合这个政府法规的规范，所以这可以说是百中选一的这个人员呢，才能进入台湾高铁来担任我们的列车驾驶学员。那要为期将近1年的这个训练时间，会经过非常多的关卡来做这个训练，跟这个淘汰率也非常高。那最后呢，要通过我们公司内部的考试，还要在这个通过交通部的考试。高铁对于未来有哪一些展望呢？对，那高铁基本上是一个永续经营的运具，我们希望能够扮演引领进步创造美好生活平台这样的一个角色，然后连接这个所有旅客的不管是食衣住行各方面的需求呢，都希望能够在高铁来满足。从蹒跚起步的腾云号到风驰电掣的高铁，从筚路蓝缕移起山林，到今天的一日生活圈。台湾的陆上运输有了沧海桑田的蜕变，全面提升了大家的生活，更拉近了人们的距离，使得台湾成为一座彼此熟悉、彼此照顾的美丽家园。胶囊列车利用真空管道以磁悬浮原理推进，速度可以达到音速的好几倍，甚至还可以不用能源而靠地球的重力推进。迟早有一天，人类可以在地下建造胶囊隧道，让人们早餐在此地吃豆浆、蛋饼，中午就抵达地球的彼端吃黑豆饭午餐，全然改变人类生活的样貌。避免将能量传递到周遭的空气或者是轨道等设施，并且巧妙的使用能源，就能让交通工具以惊人的速度载着旅客到世界各地。从此之后，再也不会有少小离家老大回的乡愁，也不会有一步一徘徊的离情。就让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诗情画意成为生活中的现实吧，也让那魂萦梦系的相思从此消失得无影无踪。超理想进化论为你串起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科学方程式。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